那么这饭局啊，历史上啊有名的饭局很多，比如渑池之会呀、鸿门宴呀，大家都很熟悉啊。上元义事件啊，宋朝最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呀，这些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。有的饭局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啊。那么历史上的最大的饭局是什么饭局呢？是清代的康熙、乾隆2个皇帝举办的4次千叟宴。那么人数最多的啊，这个千叟宴呢，是康熙52年为庆祝啊康熙皇帝玄烨60大寿。这次办千叟宴请了多少人呢？65岁以上的长者啊，赴宴人数约7000人。我们今天是看不到7000人同时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了啊！你说这7000人怎么吃饭呢？今天你很发愁啊。第一，吃饭是在院子里，不是在屋里，没这么大屋。7000人吃饭，10个人一桌，你得坐700桌，那在院子里。那院子里，你说这吃什么菜？这菜端上去都凉了吗？哎，它就凉不了。他吃的这菜呢，叫做火锅。每个人都是一火锅，而且是在冬天。冬天的时候，整个紫禁城内啊，热气腾腾，每个桌子前面有一火锅啊，很热闹。这个永远凉不了。吃饭的人呢，最远的啊，得从海南岛过来，走1年吃这顿饭，吃完了再走回去。那么到了乾隆啊，做太上皇最后一次请的时候，最高寿的人都90多岁了，啊，70岁、80岁、90岁。每个人都有对应的礼物，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饭局。那么还有我们有很多画作啊，就将历史上重要的这个饭局呢，就直观的啊呈现给我们。比如中国传统绘画中最有名的就是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这韩熙载这个人呢，是后唐的一个进士，他祖籍呢是河南人啊。他在5代十国乱世中呢，他失去了吴国啊，就是后来的南唐。那么先主李昪呢，欣赏他的才华，就让韩熙载到东宫呢辅佐太子，就是后唐的中主李璟。后来李璟即位后呢，就是备受重用。李璟死了以后，后主李煜呢就登基以后呢，他还想重用这韩熙载，但又对他不是太放心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派画师啊顾闳中呢去出席他的夜宴，了解韩熙载的情况。这韩熙载呢根本就不想再去做官了。又不能直接拒绝，皇上让你做官，你直接拒绝是不合适的，所以呢就纵情声色，想让这个李煜呢觉得他自己呢不堪任用。这个画家顾闳中啊，就把他韩熙载整个这个闷闷不乐啊、郁郁寡欢的样子就画出来了。当时是没有这种摄像和偷拍的，如果当时有偷拍的设备，那肯定顾闳中就偷拍了。顾闳中凭着记忆把韩熙载这场这个夜宴记录得清清楚楚，成为我们国家绘画的国之重宝。那么西方的绘画中我们也有啊，大家都很熟知的就是《最后的晚餐》啊，也是一个饭局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后期呢，达芬奇花了4年的时间啊，在米兰的天主教修道院的餐厅里呢做壁画，它的内容呢取自于圣经啊，描绘的是在逾越节的晚上，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坐在了餐桌前，共同庆祝这个节日。当这个耶稣说出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呢，门徒们顿时流露出不同的神情和姿态，有的震惊，有的忧伤，有的疑虑。坐在中间的耶稣呢，神情自若；出卖他的犹大呢，脸色阴暗，他身体微微的向后倾，手里紧握着钱袋。这次晚宴是耶稣与他的门徒共进的最后一次晚宴。不久之后呢，耶稣就被捕了，被钉在了我们知道的十字架上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饭局大多都跟计谋有关，可我们年轻时候的饭局跟计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能回想起来我们早年的饭局，我下乡的时候啊，那时候18岁啊，18岁也设过饭局，那个饭局就是为了吃，没有任何目的。我们在农村吃饭呢当年呢生活艰苦吃饱就是很满足的事儿，有时候吃不饱，所以吃就变成了我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儿。
我记得有一年啊，我们过节都不回家，不回家的知青呢，大家呢每个人要贡献一个菜，自个儿想办法，自个儿买东西，自个儿去做，学着做。好不容易凑齐这一桌席啊，这桌席呢，当时啊没有那么大的桌子，我们就抬了一块床板，啊，把所有能用的容器都搁在上面，每个人做的菜就搁在上面，堆在上面。一开始谁也不许吃，等着全做齐了一起吃。那么一起吃啊，我们得行酒令啊。为什么要行酒令呢？是因为当时我们这批知青里大部分人都喜欢文学。我老说我喜欢文学绝不是偶然的，我从很小就喜欢。所以当时就出了一幺蛾子，说什么呢？说咱们得行一个酒令啊，大家不说一句诗是不能吃饭的。这跟谁学的呢？跟《红楼梦》学的。《红楼梦》有著名的饭局啊，凤姐开篇的叫“一夜北风紧”，李纨就跟上了“开门雪上飘”。那中间呢，林黛玉就说呢“斜风仍故故”，宝玉就接上了“清梦转寥寥”。宝玉接着说啊，何处梅花笛呢？宝钗就接上谁家碧玉箫。这段描写在《红楼梦》中是非常精彩的。我们当时就想模仿着这个啊，大家来说，你知道，写诗很难，文思如泉涌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姓赵，他就说啊，我先来，2、8、16，我先加块肉。他等于开了我们这种酒令作诗的先河，所以下面这个人紧跟着就说3、7、21，我先来块鸡。到我这儿我就说2、9、18，急了下手抓啊！风卷残云，这一桌饭局啊，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吃光。你们今天觉得很新鲜啊，说吃饭怎么能几分钟之内？我们到今天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大部分人吃饭速度快，我吃饭速度非常快。10分钟算长的啊！如果你菜都准备好了，我几分钟就吃完了。到今天，每次吃饭都被不同的人提醒吃饭要慢一点。可是我们小时候吃饭慢了，就会后面没得吃，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吃饭快的毛病，对身体实际上是不好的。细嚼慢咽是我们吃饭的一个规矩。我们再后来的饭局呢？就慢慢多了。回了城以后呢，赶上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个饭局呢是最高兴的事儿。为什么？有人请客，有人请客。北京过去这餐馆啊，基本上都是鲁菜。鲁菜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浓油重酱啊，特腻。过去的人他不嫌腻啊，因为他很难有这个吃饭馆的机会，有的人一辈子都吃不了1次饭馆。所以到饭馆一定要吃得香，那么你一辈子吃1回，它多腻都不嫌腻啊。你比如北京的8大楼基本上都是鲁菜，你像东兴楼啊、泰丰楼啊、翠华楼啊、致美楼啊，对，等等各种楼，它都是鲁菜。鲁菜里最著名的菜，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葱烧海参、油焖大虾、酱爆鸡丁，还有那个最爱吃的溜干尖啊，这都是鲁菜的名菜。我们那时候由于穷。由于虚荣啊，那时候吃饭有一特点。今天你吃饭，边上菜边撤餐具，你个餐具还有人给你换布碟儿，你吃完的菜人就把这个盘子给撤走。我们那时候是不让撤盘子的，吃完的菜盘子要搁在那儿啊，要显得我们比别人阔气啊，多点俩菜。最后每个人都得来1碗到2碗大米饭，把那个剩下的菜汤全倒进去啊，菜汤拌饭全吃干净。所以那时候吃饭到餐馆上非常节约，不可能有剩菜。那现在吃饭就不是了，现在就是吃饭的时候赶紧说服务员把这盘子给我撤了，有时候还没吃完的菜就给撤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了好好聊天，商家也愿意帮你撤盘子，因为撤得越快，他后面翻台的机会就越早。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，我们的这个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吃饭这件事儿呢，就是它经历了一个过程。什么过程呢？我们早年请人吃饭是这样啊，请谁吃饭是给谁面子啊。今天不是，今天是我去吃你这顿饭是给你面子。
谁来吃饭谁有面子。吃饭已经不再以吃为主了，而是以吃饭以外的事情为主。我记得大概是80年代初吧，建国饭店刚落成，北京建国饭店最早的5星饭店啊，吃过一次非常正式的饭局。这饭局呢是香港的一个财主请客，那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吃分餐制。我们过去吃饭都是围着一桌子，谁动作快谁吃得多。结果那天是分餐制。分餐制有一特点，它给的少啊，不够吃啊。每个人身后站一服务员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还真给不了你那么多服务员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吃了5桌，50个人，一桌呢800块，这5桌4000块钱，当时是大钱了。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是奔万元户啊。那水果上来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北京的柿子1个，我们过去呢上水果得给一大西瓜，给一大堆水果，这呢就给1个柿子，然后呢那个服务员一提溜这个皮，那柿子巴拉就打开10瓣，一人拿牙签沾一个，搁嘴里了。那天吃完饭啊，大家出去了啊，走到这个饭店门口，互相看了看，都说好像没吃饱，咱们还得去吃一顿卤煮啊。卤煮火烧是北京人最爱的小吃啊，我今天想起来就满嘴生津，满嘴都是口水。但是卤煮火烧呢，医生告诉我们胆固醇太高，所以我到60岁以后不怎么吃了。饭桌上啊，是中国人最容易沟通情感的一个场所。我们自己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很难沟通的事儿，吃一顿饭就沟通了。所以我们的早期的商务宴请，它就是这样，一上来先不能谈事儿，咱先谈饭啊，先吃饭。那么有人就觉得先谈事儿呢，好像变得不是很礼貌啊，一定要好吃好喝好待遇啊，先招待着。那么这时候吃饭就变了性质了，这吃饭不是吃饭，它带有很强的一个目的性。我们有些人啊，请客的时候他有直接诉求，就是办一个什么事儿，原来都讲过啊，就是求朋友办个事儿，就弄一饭局，在饭桌上就直接说我想干什么，你能不能帮我这忙？而且中间人一般拉来的人是肯定能帮你这忙的。这饭局呢，他就开始要有布局，提前约人，对吧？这里准有求人的，有被求的，还有买单的，有作陪的。我过去吃过一些就是花销比较大的这个饭局，这饭局里总有1、2个不认识的人，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。后来人家告诉我，你凡是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那干什么，那人肯定是买单的啊。后来我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人来参加这件事就是为了买单。那究竟这个桌子上谁求谁，谁求谁办什么事儿，有时候我们参与的人并不知。为什么不知呢？你本来就是作陪的，就是来烘托气氛。这事情往往就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一个人帮忙。那你这一桌子人呢，大家都是作陪，作陪人的身份可能会决定这个事情的最终走向。我有一年啊，在北京，我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马先生，您能帮我一忙吗？我说什么忙啊？说我欠人家一个人情，说这人情老还不上，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？我去还人情。我说怎么还呢？他说我那朋友开一饭店，特别的贵，我去吃顿饭啊，花个几万块就把这人情还了。说我自个儿呢，北京呢也没什么朋友啊，也没亲戚，说我自个儿去这钱也花不了，说您再瞪上2、3个人，咱们一块儿去啊，热闹闹的，说我也就把这人情还了，就是吃顿饭，没有什么目的。那我一想，我跟这朋友关系也挺好的，我去香港的时候还帮我很多忙，我说这不就吃顿饭吗？那好，我去吧。
我就跟他去了啊。我过去说我想写本书叫《吃饭记》啊，就写这种吃的很古怪的饭。这就算一回。我们去好容易找到那个餐馆了，进去以后呢，他说这里最大单间我定了，咱们在这儿吃饭。我一进去就傻了，巨大的一个空间，还高，1人1桌子，互相距离巨远。我一去就傻了，我说哎，我说咱们这怎么吃饭呢？互相喊呢？我说这不成，这没法这么吃啊！我说咱有没有小房子？哎呀，说这房子都订好了，订好了呢。就你不吃这顿就浪费了，其他房间没有这么奢侈的。我说这房间咱没法吃，为什么没法吃？那椅子啊，我这个2个腿是啷当着啊，就这么不着地。扶手呢，两边都抓不着啊，后背也靠不着。你等于你看着是个宝座，实际上你坐在一板凳上，非常不舒服。最后我就执意的要换地儿啊，就最后说那还有一张这个桌子啊，就是说。条件差很多，那我说那咱们差多少，咱们都上那儿去吃去。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香港导演陪着呢，那导演就说：“哎呀，说这个场景啊，这拍江湖片啊都不需要布置啊，拍江湖片都不需要布置。”这时候正吃着半截儿，那老板来了。老板一看我说：“哎呀，说马先生来了，说这顿饭我请客，免单了。”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这朋友还人情没还上啊！你本来想给这个花钱啊，吃顿饭把这人情还上，结果老板还免了单。那我早年还吃过这种古怪的饭啊！我一个朋友飞到北京，坐着自个儿的小飞机飞来了，一下飞机啊，就找我。他实际上提前就跟我联系了，说啊，我带你啊去吃个饭。说人不多啊，你们全家跟着，我这儿还有俩朋友，一共8个人啊。那天还就8个人，都不到10个人。其中呢，有一个女的啊，从香港来，是香港一个大老板的千金。然后我们就去到这个餐馆去吃饭啊。这不是餐馆，是个秘密的基地。这车开过去的那个路之窄呀！就是你开好车，基本得蹭一边才能过去，因为路窄嘛。到门口好容易停了车了啊，是一个类似飞机库的一个大库房，在北京的西边。到那儿以后呢，这人出来以后拉这个大铁门，这大铁门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，它底下有那个铁轨，有那个铁轮子，把我们拉开了。拉开以后，我们这8个人鱼贯而入，然后就听身后的咕噜隆咕噜隆咕噜隆，咣当咔嗒给锁上了。这饭吃了，进门给你锁上。然后那时候我儿子就跟我讲说：“爸，没事，他要是绑架也不会绑咱们那边这个啊，有大老板的女儿呢。”那天那顿饭啊，有很多感受。第一个感受是，桌子和椅子特别不舒服，那桌子特别矮，椅子特别高，你吃饭的时候得救活它，但你腿又没地儿放，特别难受，还是一个半炕不炕的那么个东西。屋里全是摆着各种古怪的啊，他们认为的古董，我认为的假古董。屋里还特别冷，那菜端上来都是凉的啊。然后我们都皱着眉头在那儿吃饭。我就问我这朋友，我说这谁介绍的？他说：“哎呦，这地儿有名，这地儿有名。说到现在这主人是谁，谁都不知道。”中间呢，因为冷嘛，我就去厕所了，冻得我不行，我先到厕所啊，上趟厕所。暖和暖和，一进厕所呀，我这多年啊没进过这么淹眼睛的厕所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贵的地儿，那厕所啊淹眼睛啊！一进去呢，好家伙，那味儿那不是味儿了，就直接就淹眼睛，眼泪就下来了。那么吃完这顿饭啊，花了好多钱，花多少钱咱就不说了，反正不是我花的钱啊。出来以后，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，说怎么会这么有身份的人啊，怎么会要在这么一个古怪的地方吃饭呢？显然，这个地方包含了你所不知道的故事，它一定有故事，而且一定社会有这种需求。
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饭局上，有一个现象非常不好啊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浪费。他为什么要浪费啊？吃饭为什么要浪费呢？是因为跟我们请客吃饭的目的相关。我们的目的啊是为了办事儿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巴结对方，我们的目的是有求于对方。那么这张菜单子就要奢华。中国人认为奢华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的菜一定要过量。西方人不是这样，啊，是吧？西方人请客吃饭一定是吃得干干净净。西方人认为你吃干净了，代表我的食物是美味的啊，所以我在这个现在在国外吃饭也很烦。在美国吃饭，那牛排都特大个儿啊，1/2我都吃不了啊。我在美国吃那大牛排，我真是佩服美国人，这么老大一块，这么老厚啊，没法吃。如果你吃干净了，主人会很高兴啊。就是那么除了法国人，法国人讲究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丁点儿啊，法国人他比较酸啊。这一点跟其他西方人有一点点不同，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。中国人是觉得你吃光了，等于我的菜不够量啊，我一定得剩一下，剩的越多好像越有面子。那么你现在这种吃饭能够剩多少呢？这我看见过很多次啊，单位的聚会，我去看。我们进去吃饭的时候，那单位聚会都早，可能5点多钟就进去了，7点多钟就撤了。我们7点钟才进去的时候，看到每个桌子上啊都是杯盘狼藉，那个菜都堆得跟山似的。我去参加有的婚礼啊，这婚礼呢人都撤了，还在上菜。我就问那个服务员，我说人都撤了，你这个桌子上都没人，你上什么菜？那服务员说得好，说不上菜，最后他不买单。他吃不吃啊是他的事儿。上不上是我的事儿，所以这服务员啊，明知道没人吃这个菜，还要往上上菜。那我们要什么呢？要的是面子，但我们有的是什么呢？有的就是这浪费。我们本来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，至少几千年来，中国人在饭桌上都是节俭的。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标准是什么？掉一个饭粒都得捡起来。饭碗里是不允许剩东西的。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代人，我下面这一代人，我们这代人都有吃不饱、吃不好的经历，下面这一代人逐渐没了，啊，我想大概是80后早期的人可能还有点记忆，90后以后就没有记忆了，啊，就没有贫穷的记忆。你今天看中国任何一个餐馆里，都不可能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从5星级饭店到街头的苍蝇小馆，都是这样，一定是浪费的。有一阵呢，提倡打包啊，叫什么？吃完饭要把东西打包，我也打过。我忽然发现，打包这件事儿呢，很多时候打了也白打，拿回家以后呢，没机会再吃，啊，最后还是扔掉了。那么，我们民族吃饭这么浪费呢，其实就是很短的时间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人没有这么吃过饭。我们上一代人，我的父辈这一代人，没有吃过今天这么多好东西。我说那一代人不是说一个人，而是一代人。我们今天吃这么好的饭，大量的浪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吃一个对虾是不得了的事，今天一大盘子虾都可能倒掉，对吧？满桌子不动啊，满桌子没动的菜，在过去想都不想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所以让我们今天想起来就痛心疾首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重提节约粮食，对吗？节约粮食又开始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日程。我小时候对这个印象深刻。小时候走到任何吃饭的地方，啊，不管我是在军队大院进军队食堂，还是后来去了武器干校，还是去了农村，啊，在农村自己的厨房里，都贴上8个字，叫节约光荣。
浪费可耻。这8个字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想想至少有半个世纪啊，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啊，在中国的所有吃饭的地方都贴着。但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8个字呢？